美国福特号航母即将迎来部署，将何去何从？中国的003航母又是否能应对来自福特号航母的挑战？据网上消息称，美国海军将在2022年首次部署福特号航母，而这比原定的2018年的部署时间晚了整整4年。这消息一出，就引发网上热烈讨论。军迷朋友都知道，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造价约达130亿美元，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一艘舰船。该舰采用了诸多高新技术，主要包括综合电力推进、电磁弹射技术，将成为21世纪美军海上打击力量的中坚。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于2005年8月11号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务公司开工，2009年11月13号安放龙骨，2013年11月9号正式下水，2017年4月8号开始海试，2017年7月22号正式进入美国海军服役。但是在今年才完成全舰冲击试验，所以迄今为止都没能形成战斗力。美国福特号的战略部署还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据悉，因为美国福特号航母原定于2018年服役，但是2017年4月份，美国福特号航母在首次海试中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包括新型武器弹药升降机、电磁阻拦系统和新的发电机组都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美国福特号航母的部署被迫延期。但是由于美国国会立法要求，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不得少于11艘，而那时企业号航母又已经退役了，所以福特航母仍然存在许多的缺陷。美国海军还是宣布福特号航母在2017年在美国海军入列，因此美国福特号航母只能在不断建造和测试的情况下先行服役。当时美国福特航母所出现的重大问题就在电磁弹射系统总是出故障，因此福特号航母全舰最复杂的地方都围绕一个电字。这艘航空母舰服役之后，全舰的各种电磁系统要么频繁出故障，要么就根本没法用。据报道称，美国福特航母的设计初衷是将舰载机出动效率提升约30%，方法是通过使用配备有磁性电机的升降机来转运武器弹药，而不是尼米兹级航母所使用的线缆电梯。同时，福特航母配备的电磁弹射器也比尼米兹级航母使用的蒸汽弹射器更先进，所以需要的人员配置也更少，也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美国福特航母还使用先进的拦阻装置取代了此前使用的 Mark 7型液压拦阻装置。但是虽然使用的设备是更加先进的，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多的问题，比如说电磁弹射器的功率不足，这就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磁武器升降机的妥善率也一度只有不到20%，电力系统整体负载也同样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正在建造中的福特号航母2号电力机组甚至还发生过爆炸，幸好当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和损失，但是这也间接地预示着美国福特航母的内部还是存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还需要花时间去检测解决，以保障航母的安全使用，从而消除安全隐患。并且据有关消息指出，因为福特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时常出现问题，甚至连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都忍不住去抱怨该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过于复杂，你必须去麻省理工学院弄清楚这该死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要真正正确的运作它，你必须得是爱因斯坦才行。从这里就可以反映出美国福特航母真的是状况百出，十分消磨人的耐心。这也使得福特航母的部署计划一拖再拖，感觉有点遥遥无期。不过随着近期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的最新报道，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将会在2022年正式进行任务部署，这也使得美国海军总算是有了盼头。根据报道称，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目前正在处于最后的维护阶段，他们应该终于已经解决了之前在这艘航空母舰上发生的一系列故障的问题。从此看来，美国福特号航母应该不久之后就会正式出海执行军事任务，这对于拖延了4年的美国福特号航母来说真的是值得高兴的。但是也许比较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即将出海执行任务的美国福特号航母此次出海的目的地是哪里，它要去执行怎样的任务，美国有怎样的战略部署。据有关报道分析，随着近期亚太局势的逐渐紧张，
福特号航母被视为象征美国海军最强的海上打击力量，它将会被部署在亚太地区，以此来威慑中国，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但是有分析认为，可能是不太实际的，因为福特号航母从研制过程到公布战略部署的这段时间里，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技术不成熟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至今也没有得到根除，可能还会有很多不安全的隐患存在很多的未知因素。而且之前有报道称，美国海军曾一度因为这艘航空母舰失去了对未来继续部署此类大型航空母舰的信心，转而想用两栖攻击舰来取而代之。因为福特号航母的发展历程确实是让美国人寒心了，有这么漫长的等待，而且其中还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估计美国肯定也不会派这艘问题舰部署在亚太地区，从而使自己到时候变得颜面无存。美国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估计这艘福特号航空母舰有它独特的用处，等它出海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并且对比美国福特号航母，中国的003航母在研制过程中都没有像美国这样接二连三的出问题，而是井而有序的进行中，并且中国003型航母在吨位上和美国福特级航母是一个级别的，而且长度也是仅比美国福特号航母短了17米。所以都是这样难度的航母，中国却是没像美国福特号航母一样频出错误，相反更加的稳当和有序，也反映出了中国在航母研制的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加上中国003航母在建造过程中，中国实现了数千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实现了一类配套设备100%的国产率，这也是相当厉害的成就。但就从这两艘航母来看，美国媒体虽然宣传003航母的排水量接近福特号，不过003航母依旧使用的还是常规动力，在自持力方面与福特号航母相比依旧处于劣势。不过考虑到中美海上较量主要集中在西太地区，依靠主场优势，003航母的动力系统实际上影响不大。另外，003航母拥有更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依靠更先进的电力系统，其稳定性实际上是超过福特号航母的。而003航母也将成为继福特号航母之后第二艘具备双波段雷达的航空母舰，可以说性能不输福特号。一旦003航母装备上舰载预警机以及隐身舰载机的话，将能完全释放战斗力。对于此次搁置了4年部署计划的福特航母将要何去何从，还是会引发多方的关注。不过最终的结果如何，中国现在都能够从容应对，毕竟中国海军现在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壮大着，也让他的对手措手不及。